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正道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殊之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讲到我们普贤行愿品啊，普贤行愿品里面，今天应该讲，前面有个什么课判啊，就嘉兴七智宫和振兴广大法院，然后核心以供的结尾啊，就是设议就大概有分这么三层内容当中呢，现在讲的是第三个，应该是以功德来这个结尾啊，就课本当中是应该这样的。这个功德以核心功德是以什么核心以功德结尾吧，就是先说功德来结尾。但我是基本上凭理解就这样，分科判的，就是可能有些地方到时候就是你们那个做讲义的人调整一下也可以，就应该差不多吧。然后那个今天就是所讲的内容就是第三个，也就是说这个功德设为呢，它好像分两个方面吧，但后面我们再看看，就是根据内容来就是做科判。分两个，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叫以这个现世善报，就是现世当中的这个三宝，还有这个来世的这个三宝，就是现世当中的果报和来世的果报。然后现世的这个果报呢，就是分四个方面，就是今天可能要讲这个。其实这个科判呢，就是也有些是不一定是现世的，可能对来世也有，但是以这个机身当中也主要成熟于身上，就是可能这个方面讲的，所以前辈的一些包括印度和藏地的个别大德的话呢，都这样这个分的，所以我也就根据这样来这个案例。那么首先就是第一个，这个先是这个果报啊，就是分四个方面当中呢，其中第一个是以这个获得这个殊胜功德啊，就是获得这个殊胜的这个福德，获得什么摄属或者是摄属殊胜福德者功德，就这样可以把获得殊胜福德者功德，就是第一个是这样的。那么这第一个课盘就是有两个颂词啊，就是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最深安乐是天人，尽一切刹未成劫，尽一切刹未成劫。若人于此甚愿望，一尽于而能生心，求生菩提心可养，获生功德过于彼啊，就是讲这两个颂词。那么这个宋词的这个字面上呢，就是说这个十方所有的无边的刹土呢，我们用那个各种珍宝，就是做这个庄严，就是供养这个如来。还有呢，就是世间当中最深的这个人天的一些安乐呢，就是在经过一个这个一切的这个刹尘数的界当中呢，就是去供养。那么当然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功德跟这个，如果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普贤愿望就是已经就是入于这个二根当中入于耳朵，然后对他生起信心以后呢，就开始这个求这个殊胜的这个菩提渴望之心，就是也就是说就像这个发愿之心。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远远就是超过就是前者啊，这个字面上很简单。那么我们这个稍微跟大家这个有时候我讲的话呢，可能也有略所光说，有时候是直接光说。凡是因为我毕竟是这个讲课嘛，就是不是造论，就是讲课和造论是有一定的差别。然后呢，所以前辈的大德呢都讲过，就是说这个讲课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是
不那么这个严格，而造论的时候呢，就是非常这个严格。但现在比较担心的呢，因为我们这个讲课也是编成文字，就是编成光盘，就是最后呢，自己也发现哇，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么这个放松的胡说八道啊，就是一看到自己也后悔，就有这样的。所以这是按前辈的大德的话呢，就是讲课是不是很严格的，但我们这边呢。就是有时候是稍微注意一下，有时候的话呢，可能也就是说，因为太严格、太注意的话，那下面听着也比较受约束的。然后讲者呢，就是也是有种，就是好像就是不是很那个轻松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话呢，我想是大家都，凡是凭自己的理解吧，就是凭自己的理解，就是跟大家一起这个交流，就是这样也稍微可能好一点。那么总而言之，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当中的话呢，就是主要讲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殊胜的功德，我相信我们很多道友呢，听到这个功德，看到这个功德文字之后的话呢，那么一定会是以后这个对普贤行愿品呢，就是产生极大的这个信心就确实，我本人的话呢，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就讲过，就是讲过。没有讲过之前的话呢，就知道说这个普贤行愿品是藏传佛教的很多大德和开发会也好，还有在这个各种场合当中都是喜欢念的一个经书。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没有就是特别的，而且字面上解释的时候呢。藏文的这个译本呢，跟韩文也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特别难懂，就表面上基本上好像就不好这个，除了后面的可能这几个是比较好懂一点，就是前面的好几个颂字的时候没办法这个解释，到底它是回向的，还是发愿的，还是宣说一个佛的插头的供的，就都有这样的。但后来呢，就是听到这个上师以2次那个讲课以后的话呢，确实也是对这个法门就是升起了极大的这个信心，就是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也说过，虽然我修的不好，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话呢，就是经过20多年以来，就是基本上是每天都是没有间断过就是除了有时候是什么这个就是特殊的一些情况就是尤其是我就觉得是最好的呢。法王如意宝以前也是说过，我们上课的时候呢，无论是信三乱还是没有这个三乱，就是凡是每天都是念一遍，就是这个上课的这个最好的一种这个功德。如果没有上课的话呢，比如说今天是星期天，我心里想是我一定要念完普贤行愿品一遍，结果呢就是忙来忙去，就是到晚上睡的时候，哎呀累了，就算了吧，有时间明天再念吧，就经常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懈怠，就所以说这是我相信我们很多道友的话呢，也是有时候可能这个一气功修的这个功德和一气功修的这个力量呢，就是确实从长远来看呢，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各自的一些这个精进和这种就是修行就是各自的这个精进的话呢，1天2天都是可以的，而且一个人呢就是修行了，一个人念经呢很激进，就是很放松，就是觉得是我可能永远的让坚持下去，但结果就是真的离开了这个僧团和离开了集体的共修的时候呢，就自己就没办法这个坚持下来。我们大城市里面都是基本上就我以前就是发现有个别的一些离开了学会离开了一些团体的话呢，就是各自的这个修行善根非常的微弱，所以。包括在这个学院和一些这个僧团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同心道友的这个功修很重要的。我们修普贤行愿品呢，就是也是如此。希望呢就是通过这些这个宣说这个功德就是以后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认认真真的这个看这个佛的这个金刚语言确实上师如意宝以前也再三的这个讲过，就这里面讲的呢，就是全部都是佛陀的这个金刚语，非常了义的，就是这没有什么这个其他方面来就是分析的，就是非常了义的这种金刚语确实我们只是念了一遍的话呢，就是会获得就是如此的这个功德。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了人生以后，就是应该这个修行这些方面是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那么这里意思呢，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用两个这个方面来就是进行对比的。比如说实践上呢，就是也是一个假设句吧，就是假设句的话呢，在这个东南西北就是整个这个释放当中啊，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微尘沙数的这个插图啊，这些所有的这个插图的话呢，我们用这个天界和人间的各种，就是像这个如意宝啊、金子啊、银子啊、玛拉、珊瑚啊，还有这个松石啊、天竺啊，就是以及呢就是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七宝等等，就是还有呢我们这个人间的比如说这个苗裔啊、三盖啊、服床啊，还有就是种种这个鲜花这个宫殿呐还有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车辆等等，就是最珍贵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遍满这个世界就是遍满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去供养谁呢？实践当中就是为了过去现在的所有的这个三世诸佛十方如来就是这么多的这个供养供养，而且所供养的这种方式的话呢，完全是我们这个人间当中最快乐的、最享受的、最这个美丽的这些包括这个时间天界当中也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这些供品，包括这个龙王这个过节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夜叉、罗刹等所有的事件当中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这些这个最美妙的，就是最这个非常这个悦意的这些这个供品呢，就是集聚出来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做这个供养，做供养。就是时间也就是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是那么就是千百万劫当中，也可以说是微生数的这种这个差处的话呢，这些都是我们要详细预算的话呢，那就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可能有些见的人呢，可能像是这也是不可能的，完全是一种天文数字，这是非常玄妙的一种事件。当然在这里呢，也不可能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数字和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这是一个假设句吧，就是假设说是真的，就是实际上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在千百万年当中供养无数无边的这个如来，而且这个供品的话呢，在人天当中最好、最美丽的、最无上的这些东西，全部呢就是做供养的话，我们就是觉得是有没有这个功德呢？就是肯定有非常大的功德。比如说这个佛陀这个所宣讲的，就是包括这个《法华经》呐，还有这个佛说这个《因缘经》呐，就是这些里面都是讲的，就是哪怕是对这个供养呢就是佛陀就是是非常这个微薄的这些供品的话呢，那么就是今生当中也是相貌端严然后这个快乐这个幸福来世的话呢就是长寿就是不堕恶趣享受这个善趣就是成就等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功德。那既然这样，对一个佛就是一个供品的是有如是功德的话呢，那么我们一个人真的是在千百万劫当中做这么大的供养的这个功德呢，就非常这个难以这个想象的就难以想象的。那么这个功德根就是还有一个什么比呢？就是他这里说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以前就是对这个佛理呢，就是比较这个懵懵懂懂的，就是比较茫然的，就是不太这个清楚的，对这个尤其是这个普贤就是心愿品就是这个华严经的普贤心愿王的话呢，他基本上都是不是特别就是了解的。但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依靠种种的因缘就是具足以后呢就是依靠这个三知识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听说，或者说是念传承，或者说是就是进行就是开讲以后的话呢，自己就是觉得就是原来这个普贤行愿品呢，确实也是功德就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人当中呢，就是有一种人是比较这个真心的，就是什么都是对这个恶法方面呢就是不太相信的，然后对善法方面呢就是很有这个相信就是一讲起来功德的时候绝对会是有这种功德的。然后一讲起来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些庄严的话呢就是马上很容易这个接受的，这就是当然我们这个很多众生跟这个前世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因缘，就是有些人呢前世都是一直不断的就是堕落于三恶道当中的话呢，那么今生当中对恶法方面呢，就是他深信不疑，就是讲什么都是马上能接受的，而善法方面的话呢他就不容易这个接受，就是不容易接受反过来说，如果就是有一些善缘的人呢
啊，就是前世的这种善缘和今生当中的这些好的这个因缘具足的这种人的话呢，他听到了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如此的无比的功德的时候呢，他就升起极大的这个欢喜心和信心和恭敬心，然后呢，就是对这个就是菩提啊，就是对这个求菩提也好，或者说是对这个法门呢，就是产生一种这个欢喜心、渴望心啊，就心里面就想，哇，这个普贤行愿品是确确实实有那么大的功德，那有那么大的功德的话呢，我一定要就是今后呢，就是好好的这个修持。那修持的话呢，他就心里产生这样的一个念头，并没有说是我要这个修多少多少念呐，就是修多少这个遍呐，就是并没有错。我们听到了这个普贤行愿品以后，心里面就是产生一种这个向往这个菩提的这样的这个一颗善心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远远的就是超过就是超过前者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现在世间的一般人来讲是确实是我们这个功夫功相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是不要说这个金银财宝，就是世间的一般的一些这个贡品要去这个供养祝福的话呢，就是祝福这个除了就是他的这个一些这个发心以外的话呢，就是亲自也照不到的。即使照到的话呢，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可能时间和没有精力那么长时间去进行这个供养。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是生了这一颗心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就是远远超过，这就是我们这个佛陀这个金刚语就是《华严经》里面就是直接这样讲的，长行文当中也是有的。所以我们以前也是讲过，比如说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就远远超过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任何的这个供养建筑等等像那个《十百论》里面也是有，就是说是若有见宝塔高于世间等，就是如果这个宝塔就是高于整个这个33天，就是等于时间的话呢，那么就是什么调伏世法性，所复必于所复生于必，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真正是就是有一些这个身口意调伏的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呢，他发了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功德是远远就是超过刚才那个实践当中就是造这个佛塔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完全是这个相同的。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对这个公平对这个外面的这个建筑就是这些都是比较这个重视的。当然这样也是非常好。我们这个造一座金堂或者说是修一个这个佛塔或者呢就是造这个佛像就是这些是功德，就是绝对会是有的。就是如果自己有福报，自己有能力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就是否认这些的。但是实际上，真正就是对这个普贤行愿品升起信心然后呢，就是一直要想好好的以后就是念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绝对是就是就超越它。就是佛陀在《华严经》里面也是讲的，就是如果见到了这个三智士的话呢，那么就是真正要求这个追求这个佛陀的这种心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就是若见人中尊求佛什么这个决定心就是若见人中尊求佛决定心，说这个当知如是人必获什么必获如来智吧，就必获如来智这样说的。说是如果就是我们就是见到了这个三智士当，就是心里面真正升起发菩提心的这个念头，或者说是念普贤行愿品的这样的念头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将来迟早都是一定会是得到这个成就的。这个成就很重要的，你们可能知道吧？就弥勒日巴尊者他那个离开他自己的这个马尔巴罗扎上师的时候呢，就是马尔巴罗扎上师呢，就是再三的给他就是讲你将来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成就如果有了成就的话呢，他就是这个利益众生，他就是报国恩，包括就是对我上师的这个恩德要报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在修行当中有一个这个成就。这种成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欣赏的这个成就，就是并不是说你外面呢在这个身体上你这个可以飞来飞去或者是你说话呢就是特别这个让人这个羡慕就是或者你的这个财富就是极其圆满就钱特别特别多现在几个月的一些佛教徒，包括我们以前在这个拉荣山沟里面就是修苦行的个别道友呢。
然后出去以后呢，就是现在有些是成了这个寺院的这个大和尚，就是然后就是特别有钱，就是然后就是特别有钱。有些是这个成了世间的一些大老板，就是这个居士身份的这些呢，就是成了。然后他们这个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因为自己觉得是有人民币，就是很成功、很成就，就是然后说话啊，就是看事啊，包括吃饭的时候的是好像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以前是大口大口的吃，就是现在呢就吃饭的时候的是有一种凡是有一种怎么说啊，就是我就是不会形容的啊，就是这种表情呢，这种表情呢，但他自己认为是真的是一种这个成就，其实这是不是成就？如果真正是内心当中就是离他的这种菩提心，就完全一种这个成熟，或者是这样的话呢，他有钱也可以。没有钱也可以，有地位也可以，没有地位也可以。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是最珍贵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是它。除了这个以外呢，世间的这个财富再多比如说你是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住持和尚你有多少多少个眷属就是这是我修的这个佛像，这是我修的菩萨，我还想准备一个大雄宝殿。在这个大雄宝殿，我想准备是花3个亿吧，就反正我可能我心里预算是这样的，打算是这样的。这样也是可以，就是功德还是很大，就是不管3个亿也好，2个亿也好，就非常好的。但最关键可能还是我们这个内心当中，就是比如说对这个普贤这个心愿品呢，我都是在想就我们有些道友就是自己有能力的话呢。就跟这个外面就不管多少人都可以的就是把这个普贤心愿品给大家好好的讲一下有10个人也可以，5个人也可以100个人也可以，多少个人？那么他真正是懂得了普贤行愿品的这个道理，然后以后呢就是经常发愿的话，那这个远远超过很多这个建筑将近说法是确实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是最重要的我都经常在想就是我们上师如意宝。上师如意宝当时，在那个文革期间呢，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是非常这个特殊的这个时代。特殊的这个时代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个拉拢的这个诸位就是好多地方的话呢，当时发往这个将近说法的，就是有些是这个。自然的这个山洞，就是里面现在还有，就是好多就包括原来我们去过，有一个就法王如意宝专门讲那个心性修习大树，就是然后当时就是可能让son感觉他们有3、4个人，就是3、4个人，法王每天都是从下面就是放牛上来，然后他们上面就是放牛就要下来，然后就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寄居在那里，然后一个人呢就是在外面放哨，就是看，然后其他人呢就是在那个里面就是讲课就里面讲课，就是一直心息修习大树，就是在那个山洞里面就全部就是完成了，然后还有上面就是在山对面，还有上面有一个地方呢，现在有一点点痕迹，那个是专门在地里面就是挖出一个洞，就是当时说是有2个人，就是法王给2个人有穿了一个，我忘了就是什么法，就是反正也是这个全部这个圆满的。我在想，上师如意宝那么就是了不起的大成就，在那样的时代当中的话呢，哪怕是有1个人也是给他就是将近说法来就是传输，就是佛法的真正的这个慧命也好，就是明根也好，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正法所谓的正法呢，在我们的这个信的相续当中，要有对这个教法就是升起这种信念，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正法。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我们这个外在的这个经堂也好，或者是外面的建筑，这些是不是三宝所依呢？就是我们承认是三宝所依，但最根本的这个佛法呢，就是要停留在留住在这个人的心里面。但一旦这个人的心里面就是全部就是离开的话呢，确实是这个佛法呢就是很难就是弘扬这个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佛教徒的话呢，普遍都是怎么说就综合素质呢就是并不算很高的，就是对这个佛教的教理方面的这个理解很多人都是比较盲修瞎练的。有相当一部佛教徒的话呢，就是也是比较这个混日子，就是有这种感觉。现在就好多这个高等大学呢，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不是读大学，就是混大学，就是混字呢，就是现在在社会上是很重视，就是有些领导也在混
混饭。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微博里面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这个高档车的这个70%的这个速度呢，是用不上的，然后这个豪华别墅的70%的空间呢都是用不上的，什么这个70%的公务员呢，都是混日子的，就是什么混什么，就凡是就是有什么70%多少多少多少，有很多。有一个这个说法，就是我觉得是你们说的有些道理是很真实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我们千万要就是在这个不管你是出家人是在家人，你不要认为是时间过了就可以，就每天都是混饭，每天都是混日子就不应该这样的。有些有能力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利益众生。有人利益众生，如果没有人这样的这个利益众生的能力的话呢，自己发愿念普贤行愿品，每天的这个时间和日子呢，就是看怎么样，就是只要这个基本上是让这个适应自己身体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很多方面的需要精进努力就不管不能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做的，就是每个人的众生的根基都不同，应该有一些事情要做的。所以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普贤行愿品那么大的这个功德的话呢，我们没有去念，没有去修，没有去思维的话呢，就是获得人生也是非常的这个可惜就是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讲到了这个普贤行愿品，就是光是对他升起，对他就是起一个这样的渴望的心的话呢，那就是功德就不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然后下面第二个就是讲这个第二个课盘呢，就是讲这个书见如来之这个功德就是书见如来之功德，就很快的时间当中能见到如来的这个功德。极常远离恶之事，永离一切诸恶道，书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深愿。喝点水不然我。这样说的，那个赞文当中是，就这个具此普贤最深愿是在前面，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如果这个发了这个普贤大愿望就是普贤就是如果我们发了这样的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到的这样的这个大愿，就是发了这样的大愿，或者是念诵这样的大愿，那这个功德什么呢？就是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让我们就是永远呢就是离开就是恶知识，永远呢就是离开就是恶道当中，而且很快的时间里面呢能见到这个无量光，就是所以好像那个如果是当然这个以汉文的这样的译法的话，那也可以理解吧，就是理解是可以，就是因为你发了这个普贤行愿，普贤行愿的话呢，那么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功德呢？就是有这个暂时来讲暂时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会在这个今生当中，这个以今生为主的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远离这个恶知识。什么恶知识呢？就是在宣说大乘的时候呢，包括就是有些这个印度的一些大道的讲义里面呢，就是说到了就是说是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解脱就希求自私自利的解脱者的这个声闻缘觉在内的一些这个宗派和还有呢就是外道就是世间当中的这个外道徒，还有呢就是世间当中呢就是根本就是不信仰任何这个宗教的，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比较这个愚笨的这些众生就是愚笨的这些众生。那么这些众生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它是一种这个恶知识。我们如果教往他们，我们如果这个抑制他们的话呢，那一定会是让我们就是逐渐呢，就是相续当中产生这个邪见，然后呢就是摧毁就是一切这个三法功德，将来就是堕入这个恶趣当中这个去的，就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每个人呢，就是都是依靠这个一些善友或者是恶友来这个转变，就是这是以前阿底
下尊者也说过，乃至一地菩萨之前的话呢，都不可能不受这个恶友的这个影响啊。就有些论师呢，就是说是这个三地菩萨的话呢，就是还要会容易这个改变的。那这个的我想是可能是不了解的，就是不可能的。三地菩萨被恶友那个所欺骗了、受影响啊，就变坏了，就是这都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凡夫人呢，的的确确也是会有，就是看一个人呢，就像我们仁波切在其他教言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看一个人的这个行为如何的话，那就是他所交往的这个人的行为呢，就可以断定就可以断定。所以我们这个特别希望就是大家多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如果念了普贤行愿品的话，那就是至少也是你会今生当中的很多的恶友的这个缘分呢，就是会断掉的。如果恶友的缘分断掉的话呢，那么我们这诸位的就是全部都是善友就是善知识、善的这种同心道友志同道合的，就是大乘佛教徒。如果大乘佛教徒呢，我们这个见修行果也好，就是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呢，平时交谈的时候也是就可以的。我都有时候是两个道友，就是在赶路的时候呢，就是悄悄的跟着后面，就是他们两个在做什么，就是一直。昨天我从那个门口就是一直两个道友往下去，就是我一直这个皮蛋蒙着头，就是然后他们两个。当他们两个在说话，就是说，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呢，他们发现我了，就是说是幸好我们俩没有说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道友呢，就是看看那个是恶友还是善友。就是如果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的话呢，可能刚开始就是就那个好人呢，就是把那个恶人呢，就是这样提上来，就是结果慢慢的话呢，就是好人他自己也是就是落下来了。因为恶和善的这个谁力量大呢？就是肯定是这个善的这个力量微弱，就是拉上来很困难的，拉下去很容易的。就是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包括一些善知识的话，那就是本来想是就是度一些恶友，就是结果呢就是自己的事就是不但没有度到，就是反而自己同流合污，就是这样的历史也比较多。但我们如果念了普贤行愿品的话，那就是的确也是在今生当中远离这些恶友的。同时呢，我们这个念了普贤行愿品呢，就是永远的是就是离开了就是地狱、恶鬼、旁生以及这个世间当中的所谓的什么这个夜叉。当然大多数都是也包括在恶鬼当中的，就是世间当中的很多的这些可怜低劣的这个身份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以前上师如意宝德师讲过，他说我为什么是每天都是特别就是喜欢念普贤行愿品，特别担心就是将来堕恶趣。那么我们念了普贤行愿品，从这一句话也是正面就是可以直接理解的话呢，以后是不需要就是堕恶趣的。如果不需要堕恶趣的话呢，那么我们为什么是不仅仅的这个念诵？确实在座的很多人也是可能以前呢所造的这个业也好，或者自己心里面的胡思乱想、身体的行为各方面来看呢，有时候自己也是让人特别失望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一心一意的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话，那就是一定会是远离了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三恶道为主的就是将来的这个痛苦就这个种子的话，那就是今生当中的是可以这个摧毁就是可以摧毁。那么。同时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最主要的呢，我们这个今生当中好好的这个修这个普贤行愿法门的话呢，在这个临终之前就是你这个前年天讲的一样的，外气断了，内气还没有断，还没有完全死完。在这个之前的话呢，就是很快的会这个见到了阿弥陀佛这个无量光佛就是由这个无数的这种比丘这个菩萨所这个围绕着，然后呢就是现前在我们这个面前，用他的这个金刚语呢，就是进行这个赞叹就是说这个善奈然后呢就是以这个他的这种安慰和这个就是救护声当中呢，就是让我们就是非常安详的这个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所以我们今生当中就是见到了这个佛陀，见到了这个如来的话呢，那这是的确是就是非常的这个荣幸，并不是我们现在世间人呢就是我赚到了钱非常这个开心我今天就是遇到了什么什么的这个好朋友，我就特别幸运其实不是这样的。的确是我们如果这个遇到了这个佛陀。
真正是每个众生的根基不同，就是如果你见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这样的这个尊严的话呢，那么当下就所有的这个罪业都是这个牵住，可以直接前往极乐世界的。所以，我们普贤行愿品的最终的这个就是目标也好，就是最终的这个就是所要这个实现的大愿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这个往生极乐世界。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今生当中远离所有的这些障碍违缘来世呢绝对不会堕入恶趣，而可以呢就是选择这个前往极乐世界。那这是应该就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前辈很多大德的话呢，就是也是就经常就是念诵吧，就是比如说像以前那个有一个印度的大德呢，就是叫做是好像这个弥迦多罗是吧？就是他的是来到这个汉地就是来到这个汉地，就是他看见就是有些这个念华严经和这个就是这种这个经书的话呢念华严经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熟悉的，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印度的话呢，就是好像那个。诵华严经的这个这个人的这个悉数的这个岁呢，就是占到这个，比如说虫子蚂蚁就是谁的话呢，他们都会得到解脱。你们就是在这里的是有数字华严经多么的这种这个有意义就是他一直这个赞叹，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比较可靠的这个故事吧。所以我们藏地呢的确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对这个华严经，尤其是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终身都是一直就是不断的这个念诵的。前一段时间我好像也讲过吧，就是我们学院里面有一个老修行人他那个叫那个丹珠喇嘛吧，就是丹珠喇嘛，他念了这个6个亿的这个观音心咒还是什么的，然后呢，他普贤行愿品100万，就是当时他一辈子最后终结下来的话呢，普贤行愿品就是100万，就是我看我们很多人呢可能不一定就是能念到这个100万，但实际上你每天都是坚持这个诵下去的话呢这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我以前讲过没有？我读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个。住在那个拉玛那里，就是，然后这个拉玛呢，就是因为当时是特殊的情况，刚好是这个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是什么那个宗教政策还没有这个开放宗教政策没有开放，然后我和还有那个老喇嘛和还有我们这个小学的，就是他那里就是还有几个学生就是住在那里，就是几个跟我一起的住在那里的，然后每次要求让我们这个园子的门一定要关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园子的门一打开的话，害怕其他的这个客人来了以后的话呢，如果告上去了，就是他可能名的就是没有了。但是呢，他一直这个坚持的就是念普贤行愿品，尤其是我就记得很清楚，他在上午的时候呢，他就到自己的园子里面有个破椅子，就是在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就是那个老喇嘛就是脚也不是很方便的，就是身体不是很好的，但是他。每天都是这个念就是最后把他的那个课诵的是就是已经这个破了，就确实我这个现在有想起的话呢在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就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就是特别重视这个普贤行愿品。前一段时间我一讲的那个本华老和尚汉传佛教当中呢，也相当一部分是对这个普贤行愿品是很这个重视的。为什么这样重视呢？因为他这个能这个堵塞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恶趣的门，它让我们远离就是恶知识，它让我们远离一切修行当中的这个障碍，而且呢，就是很快的让这个见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种顺缘。我们并不是像是我要想见阿弥陀佛就想见，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这个见一个特殊人物的话呢，就是需要他的这种因缘。所以我们不管什么人呢，就是希望大家以后。看看这个普贤就是大愿望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对每个修行人来讲是就是非常这个重要。那么这是第2个科盘就是功德。然后第3个科盘呢，就是获得了就是菩萨同等的这个功德就是获得菩萨同等之功德。就是这是第3个小科盘。此人三德，生属名；此人三来人众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行。那么念普贤行愿品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善得了这个圣属名。念普贤行愿品的这个人呢，他已经就是善来在这个人当中，就是他在人当中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运气他的这个生命各方面就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不久的将来
会成就就是普贤菩萨一模一样的这种大愿心啊，就是这个宋词字面上这样的。也就是说呢，就是平时就是念普贤行愿品、书持普贤行愿品、听书普贤行愿品，或者说是这个读诵啊，就是读诵和观想思维。这种人的话呢，他是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应该说是他的这个生命是最殊胜的、最有意义的啊，就是他的命呢，就是应该是很好，他获得了这个人生，听闻呢就是大乘这个佛法，并且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他的这个生活呢，就是并不是现米养活的，而是应该这个具有，不管是从因方面，就是从果方面，各方面就是向来的话呢，它就是具有就是一定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啊，就是所以呢，就圣庶民，就是他不是劣庶民。就我们实践当中的有些庶民的话呢，还是很可怜的啊，他活着的是没有什么就是多大的意义，对社会、对人类、对自己、对家庭，就是都好像确实是他就是这个人生呢，就是一定都是就是不成功的啊，就是不是这个很成功的。那么这种人呢，就是你获得了这样的这个人生呢，实际上是并不是这个人中啊，就是三来人中甚是，三来人中甚是在人当中的话呢，就是最有福报的，最有这个长久的啊，就是一切这个就是所想呢，就是如愿以偿的啊，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长寿啊，具有这个财富啊，相貌端严呐就是无病呐等等，就是这些是在人当中是最大的这个福报啊。那么如果这个念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那么他的这个人生，哪怕是他活的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佛本心经当中呢，也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若人寿命满百年就是说是这个愚痴心很散乱，就是如果有些人已经这个活了这个100年，但是他很愚痴的，就是心积极散乱的，然后有能智慧即参等一日活住生必长啊，就是生必长。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有些人呢，就是反过来说，就刚才有些人是已经活了100年，但是这个人呢，就是非常愚痴的，就是整天都是浑浑噩噩的，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但有一些人呢，就是就有智慧、有禅定，就像亲友书里面就是所讲的一样的，有戒律和智慧。那么就是有禅定和有这个智慧的话，哪怕是这个人活1天的话呢，就是有意义的，就是比他这个长寿，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修持的是完全是有意义的，就是所以跟前面的人就是比较起来就这个这个佛本心基金里面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就是什么就是一日活住生必长，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些人呢，就是聋哑，就是那么就是也是这个人生呢，一点都是没有意义，就是没有机会就是听佛法的，没有机会就是见佛道的。但有些人呢，他虽然过了100年，也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有些人是已经有闻佛法的这种机缘那么这种人呢，就是也是就是远远就是超过这个前者。就是你们方便的时候都看一下那个佛本心基金佛本心基金里面有很多我们现在这个人们的这个生活跟这个或者是有意义和无意义方面呢，就是比较的特别这个清楚我也有时候确实有这个感觉就是看到现在实践人们呢，就是有时候天天的是杀生，天天的是害这个众生那这些人呢，就是不如就是早一点就是离开世间的话，可能就是好一点，当面不敢说而已，就内心当中的话呢，就是确实是这样这个好一点。如果你在这个念普贤行愿品就经常就是这样的。我的那个老母亲就是有时候她说，她经常有时候说，你们这些人会不会离开人间？离开人间的话，不如这个，我就提早这个死了好，就是我就经常安慰她，你至少也是每天都是念1遍普贤行愿品，就是那这是一天如果能念1遍普贤行愿品的话呢，那就是获得人生是有意义的。你不要这么消极，就是你会长寿的，就是经常有时候我就当面就是说一些，我内心当中也是这样。
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他是心持善法的人呢，活一天也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对他来讲是有益的。他死了以后不一定有个好的什么，有些人是早一点就是完结了，好一点就是像离开世间，但离开世间有没有报我，就是很多人都可能没有这个报我，没有报我的话呢，可能人家是应该是最美好的、最美丽的这个净土啊。你离开了以后的话呢，不知道你前世的业是什么样的，也许让你投身到就是连自己的这个手脚都看不到的一个黑暗的这个州里面去的话呢，那就是更可怜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非常的这个幸运的遇到了这个佛法啊，就遇到佛法。但世间人很多人他不这么认为的，只要是好像就是眼前的一些东西，他真的有一点成功的话呢，他觉得就是获得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呢，就是好像就是早一点就是离开啊，就是结束啊，结束生命啊，这绝对是一种选择。其实这是一种愚扯的做法。所以我们这个念普贤行愿品的话呢，那么这个神明也好，他的这个命运是应该是很好的。我们不断的这样修持的话呢，不久的将来呢，一定会是就是像这个普贤菩萨呢，就是在因地的时候啊，所发愿的就是十大这个愿呐、就是全部都是这个意义这个成就的。我们也如此发愿的话呢，种什么样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会得如是的这个果，这是一个自然这个法则和自然规律，就是应该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佛陀的这个金刚语，相信就是诸位这个前辈大德的这些这个深深的这个窍诀。同时呢，我们自己也应该有信心一定要就是修持。其实修习大乘佛法呢，需要有一种这个毅力和有一种顽强的这个决心呢。如果没有的话呢，2天大于3天色亡，或者是这个3、4天的一种暂短的这种修行的话呢，就是确实也就是做不了这个事门。现在我们极个别的有些道友的话呢，今天只要到这个道场，就是看看就是到底佛教是什么样，然后这里也没有修成什么，又到另一个道场就是。这里也没有什么感觉，到处都飘来飘去，结果就自己一点的是就是毫无这个所得，就什么都没有得到。其实这个最关键是自己应该就是人要稳重修行的过程当中呢，的确也是先你这个通过各方面来选择、观察、依止善知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然后你最后这个选择以后的话呢，最好不要变来变去就像我们实践的也是一个造一项工作很不容易的，然后造完了以后呢，又换一个工作，又重新就是过一个新的生活。你这样做来做去的话呢，人生有多少个几十年呢？就我觉得，实践的一个成功的事情的话呢，就是起码也是需要就是很多年以后呢，就是才有这个效果的。我们佛教的话呢，就是更是自己在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自己要坚定下来，就是不要就是怎么说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直这个飘荡就是飘荡，就是有个别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可能主要是内心当中心没有融入法的话呢，到哪里去也可能是这样的。如果心融入法的话呢，不管是一个婆庙当中也好，一个没有任何名声的一个善知识面前的话呢，就是他已经得到了就是这个心灵的境界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不需要就是到处都去这个游荡就不需要就是去到处都去游荡，应该说自己最后就是非常这个坚定的去这个修行。所以我们这个念普贤行愿品的话呢，就是大家以后就是应该一想起这个功德之后的话呢，就是应该有一种就是坚定的这个信心，就是有生之年当中呢，就是不会退转。我想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的话呢，基本上是已经念了就是20多年的普贤行愿品，那这个以后的生命当中，他会不会舍弃呢？就是绝对不会这个舍弃的。我相信很多人是这样的，还有极个别的一些就是刚刚这个皈依的，刚刚出家的。刚刚这个就是学佛的，就是这种人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今天说是普贤行愿品很好，就是然后等一会儿下完课的时候的是马上要念一遍的，就是很难说，就是就是功德很大，我一定要念一遍的。然后再过1个月以后的话呢，就抛之脑后就是我要选择我的新的这个光明之道就是然后呢就是把普贤行愿品就是供养给自己的这个传承上师。包括法本也是这个供养，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有点这个也许这个上师呢，就是如果心比较狭窄的话，看到你的法本以后的是会昏厥，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希望呢，就是看到这样的，应该就是长期的这个休息就是这些都是就像我们实践当中的，比如说精子的话呢，就是不管到哪里，就是它没有什么这个变质的这个现象就是在来自我们这个现在的时间存在的话呢，那我想是不要说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也是我们学了这个净土三经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极乐世界也是精子是还是很值钱的，就是一直是最重要的这个七宝当中也是站在主要的这个位置。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像是这样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经当中的话呢，那么它是很重要的，什么样的这个身份的人都可以学，你学密宗的人，学华严宗的，学禅宗，学净土宗，什么样的这个内容都是包括在里面，就这我们也应该看得出来，就大家都应该看得出来，就是所以呢，大家在小的一些这个分歧上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分别念，就是一定要一心一意的去这个修持法门。下面就是讲第四个颂词呢，就是尽除业障之功德就是尽除业障之功德。往昔有无智慧力，所造积恶无间罪，无间，从此普现大愿望，一念数计皆消灭。那么说这个以前呢，就是因为没有智慧所造的这个无间罪，就是杀父杀母杀罗汉，还有这个出这个佛身血，然后破和合僧。这无间罪就是因为无知而这个造了无间罪的话，如果有人呢就开始念普贤行愿品就是这个大愿望的话呢，一念数计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一念去，就非常短暂的时间当中呢，就是这个罪也就是去消灭的。我们知道一般人这个造的时候呢，就是肯定是有这个烦恼这个深重，还有呢就是无明这个愚痴就没有这个趋势智慧，就是才造的。以这样的这个无明的趋势下所造的业子，在我们先宗当中，在实践当中来讲呢，就是无间罪是无有伦比的，就是最严重的。像那个大乘一章里面的什么叫这个无间罪呢？好像是记得有4个方面，就是说的，就是无间罪里面第一个叫做是这个去过无间去过无间的话呢，就我们就是经常讲的一样，就是直接就是没有这个重因身，就直接这个堕入到这个就地狱里面去的，就去过无间的。然后有疏苦无间呢，就是从那个就是入于这个地狱到一直最后这个业力消尽之前的话呢，没有一点安乐的时候，而且像监狱就这些里面的话呢，偶尔就被别人就是折磨，但是有时候呢稍微有一点放松轻松安乐的这个时候。但无间罪呢，就是它是那个疏苦无间，就是这个从开始到就是最后的话呢，一直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放松或者休息或者安乐就是这样的时候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宿命无间，宿命无间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这个堕入无间地狱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就至少也是一个大劫当中呢，一个劫当中呢就是受苦的。那么中间呢，就是他的这个宿命就是夭折死了，或者是病了，休息几天就没有这样的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受苦的。还有他的这个身心无间，身体也是非常的高大，就是8万有钱有虚就是所以那么所有的这些高大的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都这个遍体鳞伤，就是都非常这个痛苦的。所以我们一想到这个无间地狱的这些众生也是非常可怜。那无间地狱这个的这个业是什么样呢？就是有5种这个业有5种业呢，就是刚才讲的一样的，就是以这个愚昧无耻以这个贪欲以嗔恨心以这些烦恼的这个这种推动下呢，就是开始这个杀害这个自己的父亲亲生父亲，杀害自己的亲生母亲，然后就是获得了阿罗汉果位，断除这个烦恼障的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像这个佛的这个出生穴那么这后面的个别的话呢就现在都是不容易这个犯的。比如说佛出穴呢，佛身这个出佛身穴的话呢，就是佛陀现在这个色身不在，就是所以这个也不会出现的。然后这个破和合身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然后与他对道而干的，像菩提大多提婆达多一样的。
人这个在世，就是所以这个也一般来讲是按照俱舍论的观点也不会这个出现的。然后阿罗汉的话呢，就是在佛法这个过去的时候是阿罗汉就是有出现于世，就是现在呢阿罗汉也是没有的，就是原来有一个道友就是他说是他已经基本上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其实我们现在实践当中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阿罗汉，有时候就觉得是很奇怪。就我说是什么？这个叫基本上，就是他说我凡是这个经常感觉得到，就是没有烦恼。听说阿罗汉也没有烦恼的嘛，所以我基本上得到了阿罗汉果位。所以除了可能就是这些人以外呢，基本上可能没有这个阿罗汉。那么其他的，比如说杀父杀母，就是这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包括有些这个新闻呢，就是在很多方面的话呢，现在这个特别多的就是按理来讲是在实践当中恩德最大的呢，就是这个父母就是父母。但如果杀了他们的话呢，那实践当中是过失最大的。可是造了这么非常可怕的无间罪的话呢，如果有些人就是念了这个普贤行愿品念了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话，那就是决定会是这个消除的，就是这个是还是很惊讶的。就因为先宗自宗当中的话呢，普贤行愿品本来这个造无间罪是造了以后的话呢，你直接就是堕入这个地狱当中的。就非常这个严重，再没有更严重的这个罪了，在先宗自宗当中是没有的。然后但是这个念了普贤行愿品的话呢，就让这个断除这个罪业就包括这个华严经呢，应该是长行文里面也是讲的吧，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对普贤行愿品呢，就是升起就是很深的这个信心就是很深的这个信心，然后呢就是念诵这个普贤行愿品，或者是写上那个四句就四个这个偈颂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无间罪呢，就是全部这个清除。并且呢，就是身体和心的这种痛苦烦恼还有呢就是维生素的这个一切的恶业呢，就是统统这个消灭，就是统统消灭。那这样的话呢，不仅是无间罪，就是还有我们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入了这个菩萨戒的这个犯菩萨戒的，入了别解脱戒的犯别解脱戒的，然后我们这个平时当中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杀盗淫妄，就是以及这个十不三业就是八种这个堕罪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罪业的话呢，你念诵普贤行愿品以后呢，会这个迁除的。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殊胜的一个忏悔文就是忏悔文。我记得以前那个，这个法王如意宝讲那个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我们学院就是很多老场主就是比较这个认识的，有一个老堪布叫做堪布嘎多，然后堪布嘎多的话呢，就开始提出拘束，就是提出问题，然后问问题呢，就是说那么简单呢，就是光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话呢，就是造了真的这个。比如说一个人杀了父亲和母亲都杀了，然后他就杀完那以后念一个普贤行愿品，然后是不是已经没有罪业了？然后法王就是给他回答，就是说是的确就是念这个，他也没有什么这个要求就观想也没有这么讲，就让你诵这个普贤行愿品，以这个诵经文的这个功德呢，就是迁除这个罪业就是迁除罪业。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实践当中呢，有很多人这个造这个罪业就是造罪业呢，就是这也不一定，就是有智慧的人的话呢，他有忏悔的这种心的话，那就是以后不会有这个造罪的这个现象，就是因为至少也是要记住这个四种对之内。所以法王如意宝呢，就是当时也是就是讲了这个佛的这个金刚语，而且华严经呢，是我们公认是这个非常了义的这个经，它并不是说引导就是某某众生呢，就是说是你念一个普贤行愿品什么都就是解决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应该说是它是最了义的、最具体的一个这个观点来讲的。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可能真正这个杀父亲、杀母亲都不一定有的，但是呢，的确也造了这个尽无间罪的人或者说是有些人呢，就是可能跟这个就无间罪比较相同的，就是在实践当中造了很多的这个业这一点呢，我想是无论是出家人、在家人当中肯定是很多的。那这样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样，在临死之前是通过什么样来忏悔呢？一方面念金刚萨埵拜子明来，就是忏悔也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呢，念普贤行愿品是最好的这个忏悔，而且这里要求也不高，就是这是通过这个诵词
啊，就是从此普现大愿望，就是并没有说是你一定要观想的这个清清楚楚啊，然后所有的这些观修没有这个观想好的话，那就是没有功德，并没有这么讲的，就是至少也是你对大乘佛法有这个坚定的这个信心。如果你信心的没有的话，那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要有信心，要有智慧的，在这个前提下呢，就是一定会是就是所有的这个功德都得得到的。如果我们没有啊，就是要么是没有信心，要么是没有这个智慧的话，那就是恐怕这个诵经也好，或者是修持三法呢，就是不一定就是成功的。比如说《涅槃经》里面呢，就是讲过，就是说是若人这个信心就是无有智慧啊，就若人信心无有智慧，世人则能增长无明。就是他说是有了这个信心，就是没有智慧的话，那么这个人呢，是增长这个无明的。如人这个智慧就是无有这个信心呢，世人则能增长这个应该是这个谢见啊，就是增长谢见。其实这个校正很重要的啊，就这个校正很重要的。我们呢，希望呢，就是原来那个民俗参就什么那个什么永民参什么啊啊是吗？就是那个也是有比较相同的一个校正，但是不是涅槃经里面的这个校正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有智慧，要有信心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功德啊，都会这个圆满得到的。因此呢，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呢，以后呢好好的这个念普贤行愿品，因为每个人就是自己可能这个想得起的，想不起的。即使有些人呢，今生当中没有造业，但是这前世造的很多的业。有些人呢，我前一段时间说了吧，尤其是我们这个汉地大城市里面的人，还是有时候是这个业力比较这个慎重，就是从小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包括包括吃饭呐，就杀过很多生，就是的确是杀过很多这个众生。那还有呢，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恶业的话呢，我们在临死之前没有参尽，就是非常这个遗憾。就是因此呢，就为什么不念普贤行愿品？就是至少也是如果能发愿的话呢，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学院里面或者在一个团体当中永远的这个居住。如果你们这次讲完普贤行愿品以后呢，至少也是自己那个就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发愿，就是一天的至少也念一遍呢，就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话呢，我想临终的时候呢，就是你一定会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就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应该就是作为佛教徒来讲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信仰这一点的话呢，那就另当别论。因此呢，就大家懂得了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功德的话呢，的确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啊。就今天讲到这里。소노만도이 탐체 zeba냐 돈나네 베자나 파시 jirgananchi ralong chukpai chupam sone jowa